我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原来把白醋倒在手心里搓一搓，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。但是好多人还并不知晓哦，家家户户都用得到，现在知道还不算晚，快跟着视频来看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鹏鹏。白醋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调味品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它除了当做调味品之外，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隐藏作用，但是有很多朋友到现在还不知道，所以你得把本期视频看完，你就会明白白醋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隐藏作用了。看完之后，赶紧把它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们吧。第一个作用，相信有很多做饭的朋友都深有体会。每当我们切完辣椒，尤其是像这种小米椒之类的，它味道特别的辣。但是每次切完过后，由于咱们的手触碰过辣椒，手上就会出现一种特别辣的灼烧感，非常的难受。像这种辣辣的灼烧感，如果完不处理，通常会持续1个小时左右。那么以后再遇见这种情况就不要担心了。我们只需在手上倒上一点白醋，然后用力这样戳。如果感觉手哪里比较灼热，我们尽量稍微用力搓一搓，大约搓上2分钟左右，手上的白醋就会被搓干。这时候你就会神奇的发现，手上辣辣的灼烧感已经逐渐开始消失。然后我们只需要准备一盆水，然后把手上的白醋给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。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手上火辣辣的感觉基本上已经全部消失殆尽。如果你平时切辣椒的时候也遇见了这种情况，那么赶紧倒上一点白醋试一试这个方法吧，非常的管用哦。第二个作用，我们每天炒菜的时候也需要剥大蒜、切大蒜之类的。但是剥完或者切完大蒜过后，由于大蒜的味道特别的浓，因此大蒜当中的气味会残留在我们手指间，甚至是吃完饭出门的时候，手上也会带有大蒜的味道。而这种大蒜的味道，我们要怎样消除呢？同样，我们只需要在手心倒上一点白醋，然后双手在剥过大蒜的指尖这样来回搓动，戳上2到3分钟时间。这时候你可以再闻一闻，你会发现手指间刚刚还特别浓郁的大蒜味道已经变淡了许多。最后也只需要把手在水中给它清洗干净即可啊。所以如果你以后手上老是残留大蒜的气味或者鼻的异味，也可以把白醋倒在手上来清洗哦。第三个作用，像家里面的烧水壶，外面都是不锈钢的，可以看见上面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水渍残留。我们只需要准备一张纸巾，亦或者是咱们平时用来擦拭玻璃的毛巾，在上面倒上一点点白醋，不需要太多，打湿一点即可哦。然后用白醋来擦拭，这样就能很轻松的把烧水壶上面的水汁给擦拭的干干净净哦。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。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直到将整个烧水壶都擦拭干净过后，来看一看效果是不是特别的好呢？当然，除了烧水壶，像家里面的这种不锈钢锅盖，甚至是碗，亦或者是不锈钢水龙头，
我们都可以倒上一点白醋来进行清理哦。第4个作用，菜板我们每天都会用到它，近距离看一看，每次切菜或者切肉过后，上面都有许多的残渣残留，因为菜板我们每天都会用到它，如果不清理干净，它不仅会滋生细菌，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异味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菜板上撒上一点食用小苏打，如果没有，用食用碱代替也是可以的。当然，这样一包食用小苏打就2到3块钱左右。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作用哦。接下来，我们只需要找出白醋，把白醋慢慢的倒在食用小苏打上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它们会产生大量的气泡，而产生的这个气泡，它不仅仅有消除异味的作用，还有很强的清洁作用。接下来，我们只需要用手或者百洁布之类的，把这些气泡均匀的涂抹在菜板上的每一个部位，尤其是长期使用的菜板，上面被菜刀砍出了许多的沟壑，里面所残留的残渣会更多，不仅会产生异味，而且还会吸引苍蝇哦。所以以后用过的菜板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来清洗，直到将白醋全部均匀的涂抹在菜板上过后，我们给它放在一旁，让它静止8到10分钟左右，这样效果会更好哦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打开水龙头，这里尽量使用温水，然后把菜板冲洗干净，因为如果使用凉水，残留在菜板沟壑里面的油脂，它就有可能再次凝固，从而就清洗不干净呢。所以清洗菜板的时候，我们建议使用热水或者用温水，这样就能轻轻松松的把菜板洗得干干净净了。洗干净以后，我们把菜板近距离看一看，可以很明显的看见，现在的菜板已经非常干净了，你也可以闻一闻，上面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残留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？平时我们家里面的白醋，你没有想到在生活当中还有这么多的作用吧？关于白醋在生活当中的妙用，你还知道更多吗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